各位朋友，在我手上的就是全球首款，也是 ROG 首款的240Hz 超高更新率 AR 电竞眼镜。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没错，现在在我脸上的就是大家熟悉的 ROG 以及 AR 大厂 X-Real 共同合作推出的 ROG X-Real R1 AR 电竞眼镜。那首先就要说到，目前量产的 AR 眼镜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大方向。第一种 AR 眼镜是想要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例如你可以整天戴着它，然后叫出 AI 助理，只要透过眼镜就可以看到资讯画面，做到日常生活的虚实整合。那目前这种眼镜的显示效果通常很普通，解析度也不高，主要是为了呈现资讯，所以更偏向有萤幕的 AI 眼镜。而第二种 AR 眼镜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这种，它其实更像是戴在脸上的超大萤幕，它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做到虚实整合，而是只要戴上眼镜就可以获得等效好几百寸的巨型萤幕。同样直接举例，比如说你在家想要用掌机玩游戏，萤幕小又要一直低头，而现在你只要接上 ROG X-Real R1 就可以非常软烂的躺在椅子上，然后爽玩各种 3A 大作。又或是更通俗的，你单纯想要完全放松，好好来看个 YouTube 追个剧，那你再也不用低着头握着小小的手机，握到手很酸，不小心还会砸到头变成凶器。现在你只要戴上这种 AR 眼镜，不管是想要坐着看还是躺着看，都可以从6寸的小萤幕瞬间解放成上百寸的超大的萤幕。所以现在你看懂了，第二种的 AR 眼镜就是戴在眼前的超大萤幕。那有概念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往下。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ROG 跟 X-Real 强联手的首款电竞 AR 眼镜 ROG X-Real R1 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身为 ROG 推出的佩戴产品，在外观上肯定要潮、要酷、要帅嘛。那重点是什么？一定要有 RGB。所以没错，在外观上 ，ROG X-Real R1 采用多边形的金属镜框架作为主要视觉，并且在中框和镜角上都采用了 ROG 经典的黑色消光处理，一体性很不错。并且左右两侧的设计略有不同，左侧印着 ROG 以及信仰之眼的 logo。而右侧部分则印着 Republic of Gamers 的文字。那在镜角内侧则可以看到 ROG 跟 X-Real 的联名标记。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连上掌机，你看侧边的 RGB 亮起来了。而在佩戴体验上 ，ROG 其实做了蛮多细节，比如说 ROG 在镜角尾段采用弹性材料，可以在稳定佩戴的前提下提供比较舒服的包覆感。又或是我轻轻折。不要吓到，没有坏掉。ROG 在镜角偷偷藏了3段的调整角度，你就可以根据鼻梁或是耳朵高度进行微调。那如果你的头围比较宽 ，ROG X-Real R1 的铰链也做了弹性外扩的设计，最多能做到15度的外扩，并且 ROG 的铰链手感做得不错，阻尼感调得很好，不会有松松垮垮的感觉。除此之外 ，ROG 还随附了2种笔电尺寸。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自由选择。而在重量控制上，我们实测只有93克，算是相对轻巧。以实际体验来说，我目前连续游玩1个小时左右的 3A， 然后中间休息一下就可以继续上工，其实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它最爽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像电脑萤幕要正襟危坐，坐好在桌子前面使用，你完全可以把头靠在沙发上舒服的用它。那大家在入手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要特别拉出来讲，那就是瞳距。因为每个人2只眼睛天生的距离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比较宽，有些人比较窄。那如果刚好没办法对上这2块萤幕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看到的画面。那过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眼镜本体提供软体微调或是镜片微调，但老实说，如果真的差太多，那照相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所以说，他们可是 ROG 又是主打 gaming 的产品，所以 ROG 不啰嗦，这次直接开了2套模具，做了2种瞳距的 R1， 分别是57到66mm 的 R1N， 也就是 Narrow 比较窄的版本，以及66到75mm 的 R1B， Broad 比较宽的版本。
所以在买之前要记得量下，选择适合你的尺寸。你可以直接用尺量，或是 ROG 还做了一个手机就可以测量瞳距的网页，蛮有趣的。那如果你有近视，想要配有度数的镜片，想要最精准的朋友，那也可以到眼镜行或是眼科诊所，请专业的帮你量一下。那这很重要哦。如果你之前玩 VR 有遇到眼睛很酸，很快就头晕，或是画面一直看不清楚，有残影的话，说不定就是瞳距不对在搞鬼。最后，如果是有近视或者散光的朋友，虽然你可以暂时就这样靠在眼镜上体验，但是要长期使用的话 ，ROG 有随附专用镜架，你可以自己去信任的眼镜行定制有度数的镜片。接下来我不想再聊规格了，我想直接带大家来看使用体验。那使用 Xreal R1 的方法非常简单，在专用的眼镜盒里面，你可以找到2样东西，一个是 Xreal R1 的眼镜本体，另一个就是质感很不错的编织 USB-C 传输线。那我们说过 ，ROG Xreal R1 的这条路线的 AR 眼镜，其实就是戴在脸上的超大萤幕嘛，所以它没有内建高效能处理器，没有电池，你只要用这条线插上支援画面输出的笔电、主机、ROG 掌机，甚至插上手机都可以。不管是 ROG Phone 还是 iPhone 17 Pro Max， 只要支援 DP 影像输出的装置，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并且 R1 是不需要充电的，只要插上去之后，就可以由手机或是笔电直接供电。不过老观众都知道 ，AR 眼镜其实也发展好一阵子了，我们频道先前也有开箱过类似的产品。那这次 ROG Xreal R1 最特别的地方是 ，ROG 采用了2块0.55寸 Full HD Micro OLED 的萤幕，并且原生就支援12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重点是 ROG 透过升频，还可以进一步解放到全球首款240Hz 的超高更新率 Micro OLED AR 眼镜。所以 ROG 的目标非常明确，过往这些 AR 眼镜大多追求萤幕的清晰度搭配上普通的更新率，而 ROG Xreal R1 就是为了 gaming 而生的产品嘛，所以解析度相对一般，达到更用程度的 Full HD， 但却做到了120Hz 以及最高240Hz 的超高更新率，让买来就是为了游戏体验的玩家有了更高更新率的选择。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买萤幕，有些人需要解析度，而 ROG 嘛，肯定就是锁定高更新率，让玩家依照需求进行选择。那你要调整120还是240Hz 也非常简单，你总共有2种方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 ROG 随附的控制底座进行切换。那还有第2种做法，我们只要安装华硕的萤幕控制软体 ASUS Display Widget Center， 就可以找到 Frame Rate Boost 这个选项。打开来之后，你看，我们就可以成功解放到240Hz 的超高更新率。但要注意哦，还是要看你的装置是否支援240Hz 的画面输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R1 在2种更新率之下，虽然都可以输入最高 Full HD 解析度的讯号，但在240Hz 之下，它终究是一个升频模式，所以清晰度就会略有下降了。以 Windows 11为例，在 Full HD 120Hz 之下，缩放比例大概150%，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阅读所有文字。而在 Full HD 240Hz 同样的显示设定之下，文字的清晰度就会明显下降，可以看到文字边缘无法非常完美的对应到显示像素上，但还在可以阅读的程度。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今天需要玩一般的 3A 大作，想要欣赏游戏画面，并且获得足够流畅的使用体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优先选择 Full HD 120Hz 模式。但如果你是要追求 FPS， 需要快速移动，需要透过高更新率降低 3D 晕的朋友，那就可以切换到 Full HD 240Hz 使用。顺带一提，透过华硕的萤幕控制软体，你一样可以调整 R1 的各种显示设定，也可以改变萤幕显示的比例，并且在选择21:9、32:9这种超宽萤幕比例的时候，系统也会自动变成曲面，让你可以更容易的看清楚超宽萤幕上面的所有内容。而在显示规格上， ROG Xreal R1 透过这2块 Micro OLED， 可以在4公尺57度的 FOV 之下做到171寸的超大显示画面，以及700尼特的最大亮度，并且可以完整覆盖 sRGB 色域，以及支援 HDR10 的显示规格。同时 ，ROG 也拿到了 TUV 的低蓝光无闪烁，以及 AR 专用的护眼认证。那在使用上 ，Xreal R1 全机总共有4颗按钮，上面这一颗叫做即时透明模式，这也是 Xreal R1 很酷的地方。大多数的 AR 眼镜它都会给你一个遮黑的遮罩，当你想要看到外面的时候，只要把遮罩拿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外面。
而当你想要沉浸的时候，就只需要把这罩盖回去，阻挡外界干扰。那这样很不帅啊。所以 ROG 用了一个经典但是魔幻的手法。你看，现在镜片是全黑的，我只要按一下，马上变透明。那我再按一下，又变全黑了。没错 ，ROG 在镜片上加上了电致变色的设计，总共有3档强度可以调整。我们从眼睛的视角来再看一次。现在我们在 Windows 桌面，如果刚好有人叫你，你只要按下按钮，萤幕自动关闭，镜片自动透明，你就可以正常看到外界。那再按一下，继续回到你的个人影院。讲完第1颗按钮，我们来看下面的第2颗按钮，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X-Rail R1 同样内建了 X1 空间处理器，可以在不需要连接任何装置的前提下，就直接在本机做到3DoF头部追踪。所以我们只要按下这颗按钮，它就可以切换萤幕的固定方式，总共有悬停以及跟随2种显示方式。首先是在悬停模式之下，它就跟一般的萤幕一样，画面会固定在同一个位置。比如说我固定在桌子上面，那接下来不管我看左边还是看下面，萤幕永远都会停在桌子上面。如果你是需要玩比较精细操作的游戏或是工作，那建议你选固定位置的悬停模式，画面就不会晃来晃去。有趣的是，在悬停模式之下，你只要不是看萤幕的方向，比如说你要转头去拿东西或是跟人讲话，那眼镜就会自动开启透明模式，非常实用。那第2个叫做跟随模式。如果你是想要软烂的躺在沙发上、床上看影片，玩一些比较轻松、看风景、不用激烈操作的3A 游戏，比如说 Cyberpunk 2077，那就非常推荐你打开跟随模式。那在跟随模式之下，画面就会跟着你的头部移动，你往右，画面就会往右修正；你往左，那它也会跟着往左。那 ROG 这个追踪算是很精细的，我实测，就算只是微微的摆头，也能成功跟随调整。我自己平常几乎都是用跟随模式。那有一点补充，就是我戴着眼镜搭配手把或者掌机玩游戏，如果想要看一下手把，可以吗？答案是当然可以。我一直说 X-Rail R1 这个形态，它更像是萤幕，对吧？所以它不像 VR 那样把你的视角整个包起来，它只会覆盖你眼睛正前方的范围，所以你只要稍微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整个手把。但这没有必要嘛，大家顶多是用眼角余光瞄一下，就知道位置在哪里了。不会有 VR 看不到外接滑鼠、看不到键盘、看不到手把，只能依靠盲操作的问题存在。你的视线下方是开放的，不影响使用。随后 ROG 还帮 R1 做了一个很酷的配件，就是我手上的扩充控制底座。毕竟 X-Rail R1 是一款电竞取向的 AR 眼镜，所以透过这个底座，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外接其他装置。ROG 总共提供了2个 HDMI 2.0， 一个 DisplayPort 1.4， 所以不管是拿来接 PS5、接 Xbox 还是桌机都非常实用。那经过我们实测 ，X-Rail R1 除了可以成功连接笔电、桌机、平板、手机、掌机这些主流设备之外，也可以成功连接上 Sony 的 PS5、任天堂的 Switch 以及微软的 Xbox 3大家机都没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需要连接 Switch 的话，因为任天堂的限制，你需要把机器放在底座上，然后透过 HDMI 连接到底座才能输出画面哦。这点真的希望未来任天堂可以适度开放的啦。除此之外 ，ROG 还给了3个 USB-C 接孔，前面这个 C 孔就是连接眼镜的DP 影像输出接孔，后面2个则分别是 DC 供电接孔，以及另一个支援资料传输加充电的 C 孔。最后，你应该很好奇底座这个小摇杆可以做什么啊？那就要说到 X-Rail R1 总共有2种调整萤幕显示设定的方法。第一种，你可以直接透过眼睛右侧的4颗按钮进行调整，比如说轻按一下设定选单键，就可以直接在本体调整像是亮度、电致变色、黑化的程度、音量大小、画面大小以及画面距离。按2下的话，则可以开启主选单，进行更多进阶设定。那第2种就是在连接上这个底座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扩充底座上面的小摇杆，做到完整的功能设定，像是开启准星、显示模式、调整瞳距、切换2.3D 240Hz 等等，都可以透过底座进行设定。另外，如果你有很多装置的话，也可以一次接好3台装置，然后就可以透过底座快速切换讯号来源，选择你要用哪台设备来玩。
其实就跟电脑萤幕会接电脑、会接 PS5、会接 Xbox 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最后，在音效体验上 ，X-Rail R1 在左右镜架靠近耳朵的位置都分别配有一组指向性喇叭，并且也挂上了 Soundby Boss 的 logo， 整体低频足，以眼镜体积来说蛮够用的。那贴心提醒，这两组只是指向性喇叭，如果你开到很大声，旁边的人还是听得到哦。所以在比较私密操作的时候，建议搭配蓝牙耳机使用。最后的最后 ，X-Rail R1 机身上还配有降噪麦克风，所以不管是拿来玩游戏、开 Discord 或是电话要来接一下也都没问题，非常方便。整体来说，看完这期节目，你应该有更看懂这个形态的 AR 眼镜到底想要做什么了吧？它不是要做 VR， 也不是要做 AR 眼镜，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眼前获得一个100寸以上的超大萤幕，不管要坐着用、躺着用、趴着用都没问题。那 AR 眼镜追求画质的产品不少，但就如同电脑萤幕一样，有些人买来是为了要追剧，有些人买来就是为了要游戏。而 ROG X-Rail R1 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更进一步专注在高更新率下的游戏体验，同时也可以做到像是空间追踪、悬停、跟随这些好用设计。遮黑的电致变色也很帅，虽然当然不及物理那么黑，但其实够用了，并且速度也非常快。总之，这样大家应该都有看懂 ROG 的 AR 眼镜了吧？应该不会再有买来，怎么不是 VR 眼镜的问题了吧？反正我非常推荐你带着自己的设备到现场体验看看，只要插一条线，画面马上就出来了。只需要注意，有些人很爱乱调展示器的设定，体验之前记得要自己调整一下画面就好。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最后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